大家好，欢迎来到加密星球。今天呢，我们先来看两个数字，第一个是22到25亿美元，这是过去2周从美国比特币现货 ETF 里边流出的资金的规模。不同的数据源的统计口径可能会有一点差异，但方向是非常清楚的。从5月11号到5月26号，美国比特币现货 ETF 出现了超过20亿美元级别的净流出。第二个数字呢是7200万美元，这是同一个时间段，一个上市才2周，追踪 HYPE 这个山寨币的现货基金拿到的净流入的数字。很多人看到这两个数字，第一反应可能会是钱跑去 HYPE 了，比特币在流出， HYPE 在流入，这个不就是资金的轮动吗？从比特币轮动到 HYPE， 但其实呢，这是一个误读。20多亿对7200万差的是几十倍，你不能说一笔小钱接住了一笔大钱，可问题是方向的确是反的。在大的环境非常不好的情况下，主流的加密的 ETF 在被赎回的同时，还有一笔不算大但持续在进入的钱。那么愿意去配置一个才上市2周波动率要高得多的山寨币的产品，那这笔钱想买的到底是什么呢？今天的这期视频呢，我们来拆解3件事。第一，我们先把对等迁徙这个误读给它拆开，看看从比特币流出的钱和流入 HYPE 的钱是不是同一笔钱。第二，市场到底在用什么样的逻辑给 HYPE 来定价？注意是定价，不是看涨，这两个是完全不同的概念。第三，对 HYPE 看多逻辑的边界到底在哪里？有几个反方的信号，最近的1周已经开始出现了，我们一个一个的去看。先把结论呢放在前面，我不认为这是一次钱从比特币跑去了 HYPE 的轮动，那个钱的迁徙根本就不存在，因为体量不允许。但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信号，机构在持续撤出最主流加密 ETF 的同时，还有一小撮钱正在尝试给有现金流的链上的协议这类资产重新定价。这件事能不能够持续，比 HYPE 的价格涨到多少更加值得关注。我们先来看第一层，20多亿对7200万，你打开计算器计算一下，差的是几十倍。如果你接触过一点机构的资金的时候，你就知道这种量级的钱不会从比特币 ETF 这种成熟的通道整体迁徙到一个山寨币的基金里边去。为什么呢？因为这2类产品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打一个比方，比特币和 ETH 的现货的 ETF 是一条已经修了好几年的高速公路，经过 SEC 的正式的批准，挂在主流的交易所上，机构、养老金、私人银行都可以很顺利的开进去。它的合规成本低，准入门槛也低，资产的规模动不动就是几百亿美元。而 HYPE 的这2只基金呢， Bitwise 的 BHYP 还有21 Share 的 HYPE 产品，都是2026年5月15号刚刚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它更像是一条刚刚修好的支路，有人呢愿意把车给它开进去，我来试一试，我来玩一玩，但它远远不是主干道，它不是比特币 ETH 那种已经高度成熟、规模巨大，然后机构通道完全铺开的产品。所以你不能够说高速公路上的车突然全部拐进了这条小路里边去，体量上根本就不允许。具体数据上呢，你也会感觉到这种落差。BHYP 上市的首日成交额只有大概430万美元，上市初期单日的净流入的峰值是在5月20号，2只基金合计大概是在2550万。到了5月27号 BHYP 累计净流入大概是5500万美元，这个已经是全球规模最大的 HYPE 的 ETF 了。把这些数字放在比特币 ETF 累计几百亿美元的规模的旁边去看，完全不是一个体量的。所以22亿撤出比特币 ETF 跑出去买了 HYPE 的这种说法，听起来很顺耳，很好听，但机制上根本就不成立。真正发生的事情是2条通道是
分开的，一条呢是大型的机构在做主流加密资产的减仓，另外一条呢是风险偏好更高的资金在做一笔小规模的定向的配置尝试。那这笔尝试想买的是什么呢？这个就要进到第二层了。我们现在看看市场愿意用什么样的逻辑给 HYPE 来定价呢？先说几个平台层面的数据，根据平台还有第三方汇总的数据去看，5月24号附近 Hyperliquid 24小时的交易量大概是在50到65亿美元的区间，未平仓量呢大概是在68亿到接近95亿美元之间。不同的数据源、不同的口径之间会有一些差异，但都创下了历史的记录。过去30天，平台累计交易量大概是在1700亿美元上下。这是什么概念呢？换一个说法 ，Hyperliquid 现在是全球最大的跑在链上的去中心化永续合约的交易所。按照交易量去计算，它的体量已经超过了一部分中型的中心化的交易所。那 HYPE 这个币和这个平台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呢？它有一个机制叫做 Assistance Fund 辅助基金。根据 Hyperliquid 官方 Gitbook 的文档，平台收上来的手续费有非常高的比例，官方的口径是接近99%，会回流到这个基金里边去，用来在二级市场回购 HYPE。截止到最新可查的数据，累计回购规模已经接近了11.6亿美元。这个机制听起来很复杂，但你换一个角度去看，它非常像传统金融里边的用利润来回购股票这件事儿。平台越赚钱，回购越多， HYPE 的流通供应就会越少，这个才是关键。市场不是把 HYPE 当成一个命币在炒，它在用一种很接近股权的逻辑去给它定价，有真实的交易量，有真实的手续费，有真实的回购机制。这个逻辑成立， HYPE 就有人愿意去配置它。这个逻辑被打破了，那 HYPE 就什么都不是。到了这儿呢，第一层和第二层它就接上了。那笔7200万美元为什么会进来？不是因为有人相信比特币流出等于 HYPE 接盘，而是因为有一类的资金愿意为有现金流的链上协议这个新的叙事来买单。钱不大，但方向很清晰。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这个叙事到底能维持多久？我自己看 HYPE 呢，用的是 OpenClue。最近一周里面有一个挺有意思的现象，5月23号 HYPE 单日下跌了大约是 10.7%。那天 OpenClue 的市场判断是从强烈看多直接下调到了谨慎看多。原因很简单，当平台数据还没有出现新高， ETF 资金流入还没有站稳的时候，光靠 ETF 利好这一条叙事撑起来的看多逻辑非常脆弱，跌一根大阴线就要重新来评估它。但第二天呢，5月24号 HYPE 又涨了 13.7%， 平台交易量和未平仓合约同日双破纪录。OpenClue 的内部立场又调回到了看多，7天里边立场切换了3次。这个也是我最近做 OpenClue 时最关注的一点，不是记录价格上涨了还是下跌了，而是记录市场逻辑有没有变化。HYPE 过去7天从强烈看多到谨慎看多，再回到看多，不是因为模型的变脸，是因为支撑它的信号确实在发生变化。我们再回到 HYPE， 基于5月24号那个时间点的内部模型，我们给过一个未来30天的目标区间，大概是在70到75美元。当时的价格呢，大概是在60美元附近。我必须强调，这个不是价格的预测，这个是模型在那个时间点那个数据的组合之下给出的一个参考范围。模型有边界，市场也会变化，任何一条新的信号出现，这个区间呢都会被重新计算。而事实上已经有几条反方的信号，最近一周已经开始出现了。第一个信号呢是资金费率，HYPE 永续合约的资金费率5月26号 UTC 的时间，注意是 UTC 的时间，大概11点左右翻成负值。5月27号凌晨8个小时的资金费率最深读数来到了负的 0.015 附近。到了5月28号呢，还在零附近徘徊，没有真正的稳定回正。什么意思呢？资金费率转负意味着永续合约市场上做空的人开始占主导地位，做多的人呢
开始要给做空的人去付钱了。ETF 在流入，平台数据在创新高，但永续合约的市场却在偏空，这是一个非常分裂的信号。不是说一定会下跌，但合约市场的玩家正在用真金白银开始压住短期的回调。第二个信号呢更加隐蔽，但我觉得也更加重要。5月22号 ICE 也就是纽交所的母公司和 OKX 联合宣布推出原油的永续合约，挂在了 OKX 平台上，目标人群是阿联酋、欧洲、澳洲、新加坡这些市场的散户。ICE 在 OKX 的战略合作里边，相关的估值大概是在250亿美元。很多人看到这条新闻，第一反应是 ICE 也来做加密的永续了，要和 Hyperliquid 正面开战。但我觉得这个不对，这条产品打的是原油，不是加密。真正值得注意的是这条合作的侧面动作。根据公开信息显示 ，ICE 和 CME 也就是芝商所正在同期游说美国监管对 Hyperliquid 这种没有受监管资质的 RW 性质的链上永续平台进行更加严格的审查。我说的慢一点，这个不是产品的对打，是政治层面的打压。意思是传统金融最大的2家衍生品的交易所正在把加密永续平台没有合规身份这件事儿推到美国监管的桌面上去讨论。这个是 Hype 这个叙事目前最大的、最不容易看出来的风险点。不是说比特币下跌它就下跌，也不是说某条链宕机它就会下跌，是政治层面的牌桌正在重新洗牌。第3个信号呢是 ETF 催化效应是否已经消化完了。BHYP 和 21Share 的产品上市前后 ，Hype 的价格已经走过了一波。5月26号 ，Hype 创了64.4美元的历史新高。ETF 利好这个故事从预期到兑现再到消化，大概已经走完了前2步。后面真正撑住价格的是平台数据本身，不会再是 ETF 的故事。到这里呢 ，Hype 这个故事的全貌差不多就拼完了。我不预测它到底能够涨到多少，但我能给出一个观察的框架。如果你想跟踪这条逻辑，看看它还能不能够继续走下去，有4件事我觉得需要重点的去关注一下。第一 ，Hype 现货基金的资金流能不能维持净流入？如果连续3到5天转成净流出，第一条腿就被打断了。第二，永续合约的资金费率能不能从负值稳定的回到正的区间，继续往更深的负值走，说明衍生品市场根本就不认同 ETF 的那条故事。第三呢是 ICE 和 CME 在监管游说上的进展，任何一条针对链上永续平台的具体法规的草案出现，那会是 Hype 定价逻辑最大的拐点。第四呢是平台的未平仓量和回购量，这个是 Hype 最底层的现金流支撑。OI 的萎缩、手续费下滑、回购的放缓，这3件事儿，只要发生一件，有现金流的链上协议，这个叙事就要被重新讨论了。4条信号，哪一条如果有了变化，那么我们后续回来再继续讨论它。好的，所以这期视频真正想说的，不是说 Hype 的价格会不会继续的往上涨、往上拉，而是市场正在尝试给一种新资产定价。它不像比特币那样讲稀缺性，也不像命币那样讲情绪，它讲的是交易量、手续费、回购和现金流。这条逻辑如果成立， Hype 就不再只是一个山寨币。如果这条逻辑断了，它跌起来也会非常残酷。价格呢，它可以欺骗你，但定价逻辑不会。好的，如果你觉得这个视角对你有帮助，请点赞、订阅加密星球，也欢迎关注 OpenClub， 也欢迎加入我们的 Discord 社区吃瓜群众自治社，入口呢就在外网频道的主页。我们下期视频再见，谢谢，再见。